大伯早早的过来了，那是浇水的机器。今天白天看样子又是一个闷热的天气，每次就是乌云密布的给你一个假象，然后白天就艳阳高照。你再浇真点啊。现在就是全部招黄竹草啊，然后那边的黑麦草的话就不浇了。因为全部都发起来了嘛。看天气预报的话，后天啊是中雨。这种黑麦草的发芽率和生长速度，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，可能是和我施的底肥有关系啊。开沟的时候施了很多夜明砂，因为我朋友以前种过黑麦草，他和商家说的发芽率啊、生长速度有区别，所以我觉得非常不错了。有的朋友说我那个棚子太小了啊，它就是起一个避雨的作用。比如说来这里管理鱼塘啊，种植牧草，突然大雨的话可以躲到里面去。工具也可以放到里面了。上面就是我们的村子，隔村子差不多100多米吧。基本上没什么人住了，都是留守老人了。要在20要2个人哦。哦，在这个罐子它也够在暖和的。这个必须要2个人啊。把这边还没发芽的黑麦草再浇一遍水吧。后天虽然说是中雨啊，这个天气预报它报的也不是很准，每次说有雨它反而没雨，每次呢报晴卷多云它反而有雨。所以的话还是浇一遍吧。那后头点没发芽嘞？这个也点不点的？这个它不急的嘛，先喝的喝。这后面种的应该也是发芽了啊！你们看这一根草，应该是黑麦草啊。它只要一开始发起来了，然后陆续都会发出来。都陆陆续续的开始了。注意看的话，你看，电线上面那只鸟是只斑鸠。斑鸠和鸽子有点像啊，比鸽子稍微小一点。一般都是成对的，它怎么是一只嘞？这些甜香草就是给它施了一次夜明砂，然后就没施过肥了，生长速度还可以啊。再长一个把星期可以割草了。浇真点啊！那罐子可以摆那块儿啊。是的，机子搞到充电。刚才又给它喂了一餐菜籽饼，场景完全变了啊！之前喂菜籽饼的话，鱼全部浮上来抢着吃，现在撒下去了，鱼都没浮上来了。说明天气冷了啊，鱼的食欲的话大大减弱了。有的朋友他说怎么不钓鱼了？上次钓了一次空军了，其实前2天又钓了一次又空军了。所以的话就把它剪掉了啊，要不然的话老是空军给人的印象不好，可能是天气冷了啊，而且的话，这个是新塘，所以它底部的食物非常的多，泥巴里面的，也滋养了很多那些浮游生物啊，应该这些鱼它本来食欲就不强了嘛，所以这些食物它足够了，那看样子可以1个星期甚至1个多星期来喂一次了。大伯昨天又被蜜蜂蛰了，来个特写。蛰到眼睛下面啊，不过现在它被蜜蜂蛰反应这么大很正常啊，因为的话它对蜂毒啊还没有抗体啊，被蛰习惯了之后它反应就没这么大了。其实我也经常被蛰啊，但是我被蛰的话就没有大伯反应那么大，之前我反应比大伯还要大哦，一蛰了都要肿好几天。这菜籽饼撒下去了，但是鱼都没浮上来了啊！这柿子全部都红了，一个个的挺漂亮啊。其实地上也掉了不少啊。这种鸟不吃，但是鸡吃，掉到地上鸡都吃完了。铁蛋，铁蛋，哎，你这个铁蛋，现在慢2拍了，你这个铁蛋，呦呦呦呦，
又拿了2只鞋子过来。哎呦，这次还拿了拖鞋、解放鞋，不错哦，铁蛋。以后谁家少了鞋子，我跟你说你就完了，铁蛋。哇，这里被咬伤了，别出去哦，铁蛋啊。大伯又晒了啥？胡龙。我和大伯都喜欢吃这种胡龙。这是我婶婶给我送的2颗无花果。把它种起来都这么大了啊！把它折到搁到信物去后面。好吧。大伯说今天在他家吃饭啊，他家有一个好菜，他也没跟我说啥好菜。什么菜嘛？这样子鸡蛋炒春木点嘛。哦，那可以啊。嗯。春木点就是香椿啊，香椿是我的最爱。那等一下就在大伯家吃饭了。几个野鸭子到那块儿吧？到哦，耶，都看到在那里。有的朋友说不是野鸭子，好像叫一个什么鸟啊，我忘了啊。去年来了一只，那确实是野鸭子，差不多有2斤重啊，那么大一只。这是我和大伯昨天打的架子，这些就是到时候要建房子、亭子用的材料啊，全部把它悬空起来。要不然地面的话它有湿气嘛，不容易干，到时候材料还不够啊，这里也搭了。昨天和大伯就是到那下面那个岩洞检查几群蜜蜂，然后还被蛰了一下。大伯目前的反应还是比较重啊，可能还需要个1年半载，然后他身上慢慢对风毒有抗体了就好了。那今天开始建水池了，这是昨天装的模板。这个就是倒水池了。水池的模板一拆开之后啊，里面就是一个水池出来了。私人用水啊，有这么大个水池已经足够了。这个画线的部位，到时候就是倒混凝土的地方，这外面还要装一层模板，差不多就是20公分的厚度啊。这边也是一样的。这个就是水池的内部空间了。5方水的用量，对我来说啊，已经算是一个超大水池了啊。那今天可能还完不了啊。深秋了啊，山里面的颜色也变了，开始变红了啊，才开始。等到冬季的时候，这个颜色会更红。跟那边过去啊，你们看山里面的颜色都开始变了吧？冬季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凄凉的感觉了。伯伯在抽水了。抽啊！你没到水井看有好多水啊？慢点嘛。慢点。把这些桶洗一下，然后的话就装水啊。然后我3居房子那里已经没有水了，所以的话这水就拉到3居房子那里去。哇，都掉了不少的柿子。这2颗百香果就种在这里了。我说养羊养兔子啊，也是在这里。这里到时候后院是把它围起来的，就是做一个后花园。可惜了啊，都掉了。应该是拉矿的车啊，然后跟那里过来，你看都非常的熟。算了，不吃了。说吃这种的话容易得什么结石啊，那就不要了。那个地方是建厨房、卧室、亭子的地方啊，然后这边一排的话过来全部是建烤房了，然后从这个下面过来全部用围墙把它围起来，然后的话就是做一个后花园啊，这个其实围起来也有这么宽了啊。我就是说养羊养兔子啊，可以在这里养嘛，或者说种一些果树花木啊，就做一个后花园一样的。种的都比较深啊，就是为了提高它的成活率。百香果，让我刚才在摘的时候联想到了，以后这个后院的话就做一个后花园，多种植一些果树，保证每个季节的话都有吃不完的水果。到时候就是一个围墙，整个都把它围起来了嘛。然后大家可以帮我推荐一下，有哪些水果啊适合我们湖南这边生长的。
然后果树怎样套种啊，就是哪几种果树的话，适合在一起，这样它们才能枝繁叶茂，生长得更好。这一块地方其实也不少啊，到时候可能会至少可以种植10-20种果树啊。这种是利用抽成的原理来弯钢筋，这就是一种智慧了啊。钢筋要弯一下的原理的话，就是说到了混凝土之后啊，它2个钩的话，这样2头拉住在，啊，就是有拉力了，比你没有弯头的话，直的钢筋啊，这样更稳固一点。这是12的钢筋啊，如果说16的钢筋那就很费力了。这一头钉一颗钉子。然后那一头一弯，这样的话就刚好啊一样长，要不然的话你这样大概估算一下的话，那就会差很多啊。看这个钢筋就勾住这个钉子，然后那边刚好这样一弯，这样你不管是弯10根100根啊，它长度都是一样的。你看这边弯好的这3根，长度都是一模一样。这边比一下，你们看到这头来看，是吧？都是一模一样的长度啊，就是靠这个钢筋了，把这个混凝土整个结构把它拉住。刚才弯的那个钢筋就是接到这里面来的，整个水池的这个面啊，全部要用钢筋网，然后再到混凝土，它整个的话就是整个钢筋结构啊，然后把混凝土整个固定住。如果你不用钢筋的话，那有可能啊，它会垮，这个很可能的。这个水池从这样看也有这么高啊，到时候水池顶部封顶了之后，我本来说在上面种植凌霄啊，有的朋友他说凌霄有毒，那就不种植凌霄了吧，看种植其他容易活的那些藤蔓植物，四周全部种起来，让它藤蔓植物往下面长，长到这里的时候，这里不是有一个鱼池吗？然后上面就搭一个架子，让它顺着这个架子长过来，然后的话整个鱼池上面都是藤蔓植物了嘛，给鱼的话就遮阴啊，也可以防止黑牛捣蛋了啊。然后的话再从鱼池上面往下面长啊，整个四周啊全部都是这种藤蔓植物了。那到时候看一下有那些啊容易长容易活的那些藤蔓植物啊，上面多种几棵。今天脸都没洗，下面那个水池又漏啊，然后地里又浇了一下水，还有那个鱼池要用水，又干了这么久嘛，一点水都没有了。把衣服也带过来了。第一次用水井的水洗衣服，感觉这水温度很低，也不用洗衣液、洗衣粉了啊，直接就是清一道，然后的话直接放到这个桶里面，清2道就 OK 了。反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脏啊，就是偶尔在山里面摔了一跤啊，有一些泥土，然后的话就是一些汗液了。今天晚上我有可能就要到这里来洗澡了。这是从我们镇上买来的水管，是弯的啊，所以的话用物理的作用把它压直。这边的话已经开始做钢筋墙了啊。搞杆子这里搞点，这点炖酸菜饼。酸菜担子啊？酸菜担子。搞根混的管子啊。也可以啊，只要狗的话爬不上去就 OK 了。搞个弄的这里搞个洗菜的。洗菜池是吧？好。那后头有个弄的。这个是1层钢筋啊，1层钢筋够了。够了。如果说大型水池就要搞双层钢筋了啊，就是说这边是1层啊，然后这边还要1层啊，然后混凝土的话就把整个钢筋拉住。然后这个伸出来这么多铁丝的话，就是等一下绑这边木板的，木板的话就是用铁丝把它固定住，然后才从上面倒混凝土啊，这样倒下来。
差不多是30公分一根钢筋。耶，要不咋个耍得溜嘞？搞不好的，搞得可以。现在挺装这个哦。这样一排就扎上去了。这个扎要2个人配合啊，这样才能事半功倍。再到下个月来看，再过半个月吧，这看起来以红和黄为主了，山的颜色，就是上面的颜色，包括下面了，这是黄，上面就是红了。到春季的时候，它也会变为绿色，包括那边也是一样的啊。到时候我这个亭子啊，会跟这里飘出去1米，然后的话，整个在外面啊，整个就能看得到了。这个水池建好后，这边的烤房就可以开始动工了。要不然搞基建啊，需要大量的水。这个水是5方水啊，搞基建怎么样也够了。预计烤房的话，顺利的话1个月啊就可以完工。那现在的话都中午了，回去吃午饭，午饭吃了，下午还要进山去管理蜜蜂。大伯还珍藏了一点春天啊，就是香椿呢。冰箱小了啊，要不然大伯也很喜欢储存这些，就这么一点了。香哦，有鸡蛋没？有啊。大伯要的话都是现成的取啊，他就是放一个水果筐放在那里，然后的话鸡就在上面产蛋。鸡都往到对面去，误过啊，都往到对面那个山里面去了。这个也是撩过的哦。撩过的。然后的话再放到冰箱里面冻起来的啊。然后现在还要解冻。你们看这野鸭子靠近大伯这里了，和鸭子你看那个嘴巴都是一模一样的啊。总共6只，本来只有2只的啊，应该是躲到那里去繁殖出来4只了。铁蛋这日子舒服啊，你这一会儿一觉的，我都羡慕你这日子。铁蛋开始抽条了啊，也就是这段时间进入疯长时期了。啊，白白给它送点好吃的嘞，让它长大些嘞。哦，那吃的就好嘛。大伯说一次要吃1碗饭。今天的食材有土豆丝、香椿、干辣椒、土鸡蛋，这边还有一点小西红柿和几片白菜。西红柿鸡蛋白菜汤，土豆丝。哇，色香，等一下就尝尝味了。今天的主菜香椿炒土鸡蛋，哇，有一大盘了。好香啊！这种大伯这个厨房还是个关紧厨房啊。今天还是3个菜：西红柿白菜鸡蛋汤、土豆丝、香椿炒鸡蛋。大伯把饭也煮好了，这是大伯的自家的米，放到外面来吃吧。今天这3个菜都是我的最爱：西红柿鸡蛋汤。土豆丝的话，我只是嫌麻烦啊，其实我也喜欢，特别是这个香椿炒鸡蛋。喜欢吃它就是香，不喜欢吃的话，说香椿有一种怪味。香椿也好，鱼腥草也好，要多吃2餐才习惯，要不然这个习惯不了。今天大伯把这个土豆丝没放辣椒啊，他说这样清炒更好吃一点，还有点甜甜的啊。说实话，我更喜欢放辣椒，连汤我都要辣椒，汤没辣椒我都感觉到不好喝。我是非常喜欢吃辣，基本上每一餐菜你就像1斤辣椒，如果我自己在家里吃啊，
一天差不多，如果吃2餐的话，1斤辣要一起吃1斤辣椒。哇，明年要买一个冰柜，真要买一个。香椿啊、笋子啊这些山货啊，都是新鲜的嘛，到时候就是你比如说像昨天大伯那个笋子啊，这香椿都是一样，就是先焯过水，然后再把它放冷，然后再用一个袋子把它包起来，放在冰箱里冷冻保存。你像想吃的时候，要不然你像香椿的话，就春季那一季嘛就没有了，是吧？你像现在吃同样是香椿的那种浓浓的香味。那个水池的话，要明天去倒混凝土了啊！混凝土倒了之后，后天就可以把模板拆掉，然后就用粉砂啊里外全部把它补漏啊，然后就可以放水了。那放水了之后，有那么大的涌水量了嘛，就可以开始建烤房了。真正建的话，只要天气好，天气不好了就没办法。希望是好天气啊，那有1个月差不多了。那下午还要进山去管理蜜蜂。今天这样的天气，白天还是挺热啊，就是晚上比较温度低。都不在家，都在下面吗？我都看到你了，虎妞，上来。哎，那大黄和小妞呢？小六，快点！大黄呢？哎，大黄，你居然到山里面去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虎妞今天第1啊，虎妞，好，行。铁蛋啊，铁头，你要加油了！你看你落后到那后面去了。好了，好，铁头，好了，辛苦了啊！你这个铁头啊，现在终于老实了，不过还不服输啊！这股精神值得敬佩。好，行，走吧。咪咪呢？咪咪，哎，咪咪今天一天都没看到吗？每天就睡那个地方。咪咪，你看你们不在上面玩了，咪咪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啊，大黄，咪咪去哪里了？咪咪，我听到你叫了。在这里面，咪咪，你这个咪咪上来，在那下面。来，咪咪，你怎么独自跑到山里面去了？是不是去找新玩伴了？你看这个虎妞，老是就喜欢挑衅他。好，咪咪，我授权你，你可以揍他啊，不要紧，揍他。以前几只狗子经常在上面的时候啊，它基本上不进山的。现在几只狗子就守到我下面去了啊。小妞长大了啊，性格变得沉稳了许多了，不争不抢，这个性格和小黑一样了。这个虎妞不知道以后长大了怎么样，很好斗啊，很守家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说，咪咪？啊？你看这个虎妞，哎，咪咪发起怒了，你看，还不简单喽。这个虎妞就像有多动症一样。这个咪咪还有点意思哦，啊，咪咪有点意思啊。好，跟狗子们一起吃点饭啊。你看这个小妞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，谁咬它，它也不还口，它就躲起来。好，喂饭，大黄啊，喂饭，你看你又爬，好了，
跟着他们吃一点。来，来，小六，你吃大盆。现在好样的，小六，和他们不争不抢了啊！你也去吃一点嘛，啊，咪咪大王。啊，要不要？去吃一点，走吧，和小六去吃一点。小六不欺负你，去吧。对，吃一点。其实咪咪现在挺可怜的啊，这几只狗当中，只有之前的小黑接受咪咪。所以的话，之前小黑在的时候，咪咪就整天依偎着小黑。小黑不在了之后，这几只狗好像整体都发生了变化，就整天整夜守在我的大门口，只有下半夜才住进那个岩洞。那个岩洞也是在我大门口旁边了，就是1米多2米的位置。只要外面有任何的风吹草动，那4只狗，2只大狗，2只小狗就一起冲出去汪汪叫，啊，它们非常的团结，这一点非常的好。那现在小黑不在了，咪咪没有依偎的了。铁头和虎妞老是要挑衅它，他们联合起来挑衅它。现在几只狗的当中次序已经排列的非常好了啊，所以他们之间也不打斗了。虎妞目前好像还是小狗啊，它老是就欺负了其他3只狗啊，闹着玩的是在压制它们。咪咪的话也不敢到我那上面去找黑妞，因为它一上去黑妞老师就要驱赶它，所以的话咪咪现在只有在这烤房附近，我那下面那个我住房附近山里面转悠啊，它只是在这附近转悠啊。看来咪咪也可能需要一只猫来陪伴它。另外的话，有的朋友他说啊，经常大伯被蛰啊，为什么不用好的药物或者有什么好的预防的方法？其实这个不需要什么药物治疗啊，因为你经常被蛰，它体内就会慢慢的对蜂毒产生抗体了。只是被蛰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把蛰针刮掉，因为蜜蜂蛰你的时候，它也活不久了，它尾部整节和毒腺在一起那一节全部脱落掉了。比如说蛰到你手上，然后它那个毒腺的话，不会立马全部注入到你体内去，它就像一个针筒一样，一点一点，它在注入上去之后，它在收缩嘛，毒腺的正常反应。然后的话，你第一时间把它刮掉，就是减少蜂毒注入到你体内的量。然后的话有条件用肥皂水冲洗一下，搓一下啊，这样反应会轻一点其实不用任何处理，时间久了，慢慢体内产生对蜂毒的抗体了再次被蛰就没那么严重了。今天下午去和大伯检查，大伯又被蛰了2针，好像背后面蛰了1针，这个地方也蛰了1针肿的话也没之前肿的那么厉害了我也经常被蛰，今天我也被蛰了一下这个地方现在我都没有多大的影响了好，那就分享到这里，明天见。